北交所真的有这么香吗？现在整个社会大家都在焦虑，什么呢？焦虑怎么挣钱啊？所以市场上只要一出来一个新的，大家觉得能够发财的机会，那讨论就是非常热烈的。这不吗？最近资本市场半个月都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北交所这个新的交易市场的出现，引发了市场的动静，绝对不亚于科创板的推出。那么北交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场所？真的有掘金的机会吗？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怎么参与啊。你要先看自己有没有资格，对吧？个人投资者想要参与北交所的交易，准入门槛是证券资产50万，机构投资者是没有门槛的。精确一点来说就是个人投资人要参与到北交所的交易，要满足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的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这里面当然不包括融资融券的这个整个资产。同时呢，要求必须要有24个月，也就是2年的证券交易的经验。同时，北交所的涨跌幅限制更加的市场化，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第2天起呢，涨跌幅限制是30%，也明确了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的一些安排。这个涨跌幅限制也是大于科创板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北交所的股票价格的波动一定在未来会比其他板块来的大的。这样的市场其实并不适合大多数的普通投资人，更加适合一些专业投资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那么大家一定还很关心北交所挂牌上市的企业具体有哪些，这些企业的质地到底怎么样啊？如果熟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人，一定就有听说过一个已经被人家遗忘的板块，叫做新三板。在2014年、2015年2年的过程当中，很多企业挂牌新三板非常的火爆，因为它原先的定位就是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也是注册制的一次尝试。但是呢，这次的创新尝试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效果，大量的企业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到新三板挂牌去了，挂牌数一度超过了1.1万家，都是一些中小微的企业。随着2015年股灾的到来，新三板就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交易量是非常的小，基本没有流动性。新三板因此也就变成了一滩死水，毫无生气。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1万多家企业当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优秀的企业板，所以监管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给新三板进行了分类，按照企业整体的经营情况由好到差，分成了精选层、创新层以及基础层。截止到2021年的9月17号，新三板总共剩余挂牌的公司有7261家，那么其中精选层有66家，创新层1247家，基础层呢5948家，其中呢有5家公司申请了创业板的转板，有1家公司呢申请了科创板的转板。而北交所的首批上市企业就是先让新三板精选层无条件的转入，另外呢就是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的企业，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之后也可以转入，而且后续北交所上市的企业将从符合条件的精选层挂牌公司当中继续产生。其实这个北交所就是监管想要盘活新三板当中的优秀的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所设的特殊的政策。因此北交所的建设思想和发展定位也非常清晰，就是牢牢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型企业的定位，聚焦于专精特新的一些中小企业，与沪深交易所形成一个错位的发展。至此，中国的境内资本市场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了。上交所包括的是以国企、央企为主的主板和符合国家战略的高科技企业为主的科创板，而深交所包含的是民营企业的龙头为主的中大型企业和行业覆盖较广的具备成长性和创新性的一些新经济的企业。那么北交所则包括的是创新性的中小微企业和没有办法在其他板块挂牌的一些中小微企业。看上去总市值上北交所相对比较薄弱，但是这却是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补充，也是发展实体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非常重要的阵地。如果北交所发展的好是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更广大的企业主的发展的。由依赖传统的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进行转移，让企业家能够真正得到输血壮大企业，最终呢一定会有利于我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更大的后劲和爆发力。而北交所的设立对于一级市场股权的投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新三板逐渐健全和转板机制也将为 PE、PC 项目的退出提供比较好的便利。初创公司只要符合新三板创新层的要求，就可以先来新三板挂牌，达到北交所的上市要求之后再进行转板，无需等待多轮融资即可退出，比 IPO 退出的速度快很多，效率也更高，也比赴海外上市更具有本土的优势，对新经济企业在国内上市起到很大的帮助。不过仍然需要强调的是，北交所主要服务的是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这类企业的业绩波动会比较大，经营风险也比较高。
基于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地位和实际情况，其实真的不建议个人投资人直接参与到北交所市场的股票交易当中去的。北交所是适合机构投资者参与的专业性较高的投资市场，个人投资者更好的配置办法还是借助机构和组合的力量，通过购买标准化资产配置的产品进行参与，享受北交所上市公司的红利。我相信呢，北交所相关的这类基金呢，也很快的会推向市场，到时候呢，我们一起再来聊聊。好的，本期视频关于北交所就谈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资产财经，我们下期见。